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5号星期六，今天又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今天的课表是这样的，分2个组别。第一个组别是4分30到4分50，就比较随意，跑10公里以上。然后第二个组别是4分15左右，跑20公里。那昨天说的，我明天早晨起来有一个计划中的30公里训练。是明天早晨9点起跑，在大阪南边的叫大泉绿地公园。所以呢，今天又是第2个训练日，明天第3个训练日。我以前做这种30公里的有点强度的训练，一般都是要么就是第1个训练日我休息充分，要么就是提前准备。这次呢是完全没有，昨天是轻松跑。今天我还没想好，昨天其实纠结了一天。昨天早上起来，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我有点纠结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安排，就是想好好的努力训练，然后又觉得明天的30公里很想去好好跑一次。然后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想，我说就过好一天是一天，所以今天就又来参加了平田先生的早训练。今天大家看到我又会晚，因为家属会来了之后，在这儿吃完早饭再回去，所以就要晚一点剪辑。今天是这样，会跟4分15的组，然后有可能是15公里，就是我跑到第3次回来，差不多是7点就停了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应该不会跑20，又热身过来3公里，然后明天的30公里，其实还不知道怎么安排，就是那个活动的组织，然后明天会全程拍摄，所以还得预告一下，明天也会特别晚，然后明天可能得到下午晚上了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一会儿我们训练再见了。4分10的计划配速，15公里。走。5公里21分钟。Let's go。さんの YouTube めちゃめちゃ参考になってYouTube はねすごい。喝水绕一圈。到。
有最后一个5公里，加油加油！体感还可以，今天穿的是 Metaspeed Asics。刚加速喝完水，可能心跳有点快。我还有最后一个1.5公里。哎，豆。됐다. 리사, この靴とどういう靴？これ。New shoes? 아, そうだ。最后几百米冲刺。还行。我还琢磨着家属已经到了呢。还到。行，最后还冲了个刺，是不是？就是我现在的体会是，就别想那么多。今天干了，今天再说。哦，我看见他了，我刚才半路没瞅见他，我在那儿呢。哎，小伙伴们，
今天训练结束了，先是自己热身了3公里，然后一起跑了15公里，就18公里结束。明天是去30公里的活动，给大家看看数据吧。平均配速4分09，平均心率157，最快1公里3分28。单圈数据是第1公里4分15，第2公里4分09，第3公里4分12，第4公里4分16，第5公里4分06，第6公里4分12，第7公里4分11，第8公里4分11，第9公里4分12，第10公里4分09，第11公里4分19，第12公里4分06，第13公里4分15，第14公里4分06，最后1公里3分35。最后1公里应该比3分35快，因为开始冲刺的时候已经是还有700米的样子，所以记得最快是3分28嘛。当时看表大概是3分24，就那顺势那几百米。对，家属已经买来了啊！哎呀，又是热腾腾的咖啡，但是这还热呢。今天还有个感动的事情，有位 B 站的小伙伴发私信说今天能不能见面。我说今天真的不巧，我们是合练5点45就开始跑3趟，1趟5公里，等于我只回到这儿4次加上起跑。然后我说要不然你只能早点，或者在路上咱们偶遇。然后特早5点40小伙就来了，找了下午啊，交换了个联系方式。有时候观众的就这么喜欢咱们这个频道，我还是感谢。然后也感谢我们这个特别开心特别好的小团队。像周6这种训练这么跑一跑，如果每周都这么跑，就像刚才我和一位也是在这儿的华人朋友就聊，他现在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33秒。然后我说每周这么跑一跑，再加上一个强度课，3小时以内就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这么训练也有对我来说啊，我现在有个困扰。今天穿的是 ASICS 的 MetaSpeed Edge， 这困扰是什么呢？昨天跟家属聊，为什么昨天发了个动态，想了解那个大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就现在你说我买鞋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就是你再怎么着，这一双鞋也得大几百块上千块。但是一双鞋对我来说，可能我能穿1300公里。但是昨天还有一个事儿，昨天上午的时候，一位在北京的朋友说，听说日本这边会比北京早发售那个阿迪的 Pro 4，说想要让我帮忙代购。我说那行啊，但是号码什么的我不确定啊。他说没关系，他能提前弄到一双，先穿到明年厦门马拉松之前，可能就旧了，就又得有一双新鞋。哎，这引发我一个想法，就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就像你看 110X 3.0 Pro， 大家都说一双不错的鞋，对吧？我当时刚拿到的时候穿上也觉得挺不错的，但是呢，那时候拿到的时间点差不多是初夏，就比赛季刚完，然后穿呗，不错就穿，越穿越想穿。等穿到赛季的时候，已经不能比赛了，那怎么办？还有就是当时穿 Vaporfly 也面临这个情况。2023年的东京也是赛前买了双新的，就是比赛跟训练这鞋这个事儿确实是挺费的。你说这一双鞋好穿不好穿，平常训练其实没有太大的所谓，多少公里也没有太大的所谓，只是我很重视的强度课的时候会穿一双舒服的鞋。比方说明天的30公里应该是穿 B 迈，拿它检测一下它。明天穿完真的就不能穿了。现在 B 迈那双 3.0 我已经有焦虑了，就是明天穿完应该就小200公里了。那我要穿上它去比赛，比赛是10月或者11月，然后12月，对吧？那就不行，就只能再买一双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昨天看那双鞋，反正现在不管是券前还是券后吧，实际到手不是399吗？像这个价位的鞋，我们可以允许它不那么全面。像为什么你看阿迪呀、Nike 这种研发周期这么长呢？我觉得就是它要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，
他会很努力的想让更多的人能穿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。我其实的苦恼就是我挺舍得在跑步这件事上花钱的。我也觉得，就像你们翻我今年的元旦去东京看那观赛，香根一传还上脚试了 Alpha Fly 3，在黄区跑了跑 ，Nike 有那活动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敢买。就是我穿 Alpha Fly 鞋会磨足弓，就是我也知道那是一双好鞋，就是这个鞋呀，就跟我那天说电子产品一样，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啊是一分钱一分货。当然你有例外吗？有例外，但是不会差太多。就是这东西特别，就我说这例子，米粉别生气，就跟刚有小米手机似的，大家觉得这好划算，物美价廉，参数什么的还特顶，然后呢还特便宜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跑鞋圈需要这种破局破圈的东西出现。你说你拿300多的鞋和阿尔法来和阿迪的 Pro 和那些动辄1000大几的竞速鞋去比，那我觉得就是我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，我也会说比不了，实事求是，对不对？虽然我还没穿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说300-400的成本就可劲儿造，就当一个训练鞋那么造，我觉得挺好，试试看吧。我应该月底有可能能拿到。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跑鞋焦虑。看咱频道长的小伙伴应该看过，短的应该还没看过。看看这烘焙店的早餐，一片全麦吐司，一片白吐司，一个水煮蛋，一份沙拉酱随便搁自己搁。这个吐司上有2块黄油，刚才那边的吐司炉自己热完就化开了。然后这种果酱随便拿，这果酱设计的挺好的，它是这样，你看仔细看这个酱，它是这样一挤，看没？不脏手。然后你看不吃了，你又给它，看没？这样，然后还有这一杯咖啡可以选热的，可以选冰的，这一套450日元，现在这汇率22块钱。好，这是大阪城公园里的景观位，你看我后边，看前面窗外的景色也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原来其实没有这个跑鞋焦虑，原来买双鞋可高兴了，一想这双鞋穿1000多公里且穿了，现在跑量大了，而且要求不一样了，就是随着你的能力越强，力量越强，对跑鞋的要求就越强，对跑鞋的衰减感受就越明显。就像现在我脚上这双 Metaspeed Edge， 我记得我刚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，我说哎呀还行，真的挺行的，就是特别清脆，哒哒哒哒哒。但是现在感觉也不够有劲儿了，我觉得我这多半年力量能力是有提高的，虽然还是贴地飞行，但是也还可以。行吧，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我们直播间见。然后明天的节目会晚很多，因为明天跑完中午在那儿吃完饭才回家才能剪辑。好，明天家属跟着拍摄，但是那个公园不能放无人机，本来我还想用那种，就是因为它一圈3公里不太大这公园，无人机飞到100米俯视能拍到整个的公园，那感觉应该是挺带劲的。但是可能不行了，小遗憾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热咖啡敬大家，咱们下午明天再见。